那么我们如何移动这个绘笔坐标系呢？其实很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把绘笔移动到板子的正中间，然后呢，以板子的正中间为中心绘制一个100乘100的正方形。所以说呢，在绘制正方形之前呢，我们需要输入移动绘笔坐标的函数，它就是 move。在把正方形移动到画布正中间之前呢，我们先把它移动到一个简单的位置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里，鼠标这里点的位置，它的横坐标是200，纵坐标是100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 move 函数里面输入200，逗号100即可。刷新场景，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呢，就是中心在200、100位置处，边长为100的正方形。如果我们想把它移动到屏幕正中间，怎么做呢？那么很简单，我们就把这里的200跟100换成我们合成宽度的一半跟高度的一半即可。合成的宽度的话呢，用 width 这个变量存储，所以我们直接调用 width， 然后把它除以2。那么高度呢，就是英文的 height， 再把它除以2，保存。那么这个正方形呢，就移动到了我们场景的正中间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再次调用 core 的函数来看一下当前绘笔所在的位置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绘笔当前所处的位置。接下来，我想在屏幕的另一个位置也画一个正方形，比如说这里200跟100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就输入 move 200，逗号100，再在它的下面呢绘制一个正方形。当你这么做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正方形出现在了我们预想外的地方，对吧？它出现在了屏幕的右下角，而不是我们预期的200、100这个位置。这里的原因很简单， move 函数呢，它每次移动不是相较于图层原点移动的，而是相较于上一次绘笔坐标的状态进行移动的。我们第一次移动的绘笔坐标，它的位置在屏幕的正中间。那么第二次移动的话呢，就是以第一次移动的结果为基础，再对它进行移动，所以我们的正方形就出现在了这里。那如果我想在屏幕中的200、100位置再绘制一个正方形，要怎么办呢？有一个非常暴力直接的方法呢，我们在绘制完第一个正方形之后，给它倒着移回去，也就是这里横纵坐标呢分别加一个负号，这样它移动到屏幕正中间，绘制一个正方形就会移回来，然后呢，它再移动到200、100这个位置，在我们想要的位置上绘制一个正方形。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对不对，保存代码，刷新场景，就会看到我们的正方形如愿以偿的移动到这里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每次变换的时候呢，都使用 move 函数给它移动回来，然后再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话呢，未免有些麻烦。所以呢 Pixelsword 呢引进了 group 的概念。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group， 它的函数名呢叫做 begin group 跟 end group。这两个函数永远是成套使用的，它们的作用呢是，当这个程序运行到 end group 这里的时候呢，它会把绘笔坐标归还到 begin group 前面的状态，也就是说我们图层的原点上。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保存代码，刷新场景，会发现我们的场景没有任何变化。也就是说呢，这里的代码跟我们之前用的反向移动是等价的。begin group 跟 end group 的好处呢，它能直接一步的把绘笔坐标归还到 begin group 前面的状态。这其实有点像 A 中的父子级关系。